一起往后走。所以我的脚后退，我的脊柱去留在前的位置。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脊柱并没有和我的腿垂直，而是脊柱留在前的位置。那这是我们后退的3个要求。总结一下，第一个，动力腿后退，主力腿推动啊，主力腿推动。第二个要求，弯 in 的时候骨盆转在斜前啊，骨盆转到斜前，然后去的时候呢，骨盆再流到斜前，去骨盆留在斜前，然后大腿夹紧，这是第2个要求。然后第3个要求是脊柱留在前的位置。后退的3个要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那接着往下，去后退完，紧接着去 in 转胯，去 in 转胯啊，这个转胯呢，我可以说是在方形步当中，可以说它是最难的一步了。去 in 啊，去 in。首先呢，第一个要求，大家会发现，我去后退，我并不是一步让我的脊柱垂直于后腿，我不是脊柱垂直于后腿，我去后退，我的脊柱是留在前的，我的脊柱是留在前的。OK， 请问，我能不能在脊柱留在前的位置上转胯，转成这样，可以吗？告诉老师可不可以？啊，我能不能去后退，脊柱留在前？然后在脊柱留在前的位置上转胯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朋友们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哈哈哈，好了，好，关键点呢是在于前脚，所以我的前脚要推到脚尖，我的前脚推到脚尖。我的脊柱是不是垂直于后脚了？所以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话吗？我们不是脊柱自己去移动，不是脊柱去移动，往前也不是脊柱移动，往后也不是脊柱移动，不是脊柱去移动，而是脚去移动。我的脊柱保持垂直，我往哪里推，我的脊柱跟随我的脚移动。你看我的脊柱是很垂直的，我的脚推，脊柱移动。我往后推，我的脚推，我的脊柱移动，所以我的脊柱始终都是稳定在这里，稳定在这里，然后被我的脚推的，所以在这里我的脊柱并没有垂直于主力腿，那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垂直？前脚推，那不就垂直了吗？所以这是关键点，这是关键点，前脚推地板是关键点，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讲到脚法。去后退的时候，我的前脚是在一个断掌的位置上，你可以叫它叫做断指、断掌都可以，也就是脚趾在地板上。紧接着 in 转胯的时候，我的脚趾要推到脚尖，我的脚趾要推到脚尖的位置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，我的前脚脚尖要继续推地板，让我的脊柱垂直于后脚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。第2个要求，转胯。转胯呢，我们要用后腿、大腿带动后胯，产生转动。那转胯和前脚推是同时的，不是先推后转，也不是先转后推，而是前脚边推后胯边转。有发现吗？你可以看我的前脚，可以看我的后胯，前脚边推后胯边转，使我的脊柱，使我的重心完全垂直于我的后脚。所以前脚推，后腿转，推完转完，我保持了脊柱和后腿的垂直，保持了脊柱和后腿的轴心。所以这是去 in 第2个要求，后腿大腿带动骨盆向后做转动，后腿大腿带动骨盆向后做转动，啊，这是第2个要求。好，第3个要求更重要，我做一次示范，大家看看我这样做哪里不对。去 in
我这样转胯行不行？大家告诉我哪里不对？去 in， 我这样转胯哪里不好？朋友们在评论区打字告诉我。然后思维上中心，我这样转胯哪里不好？我再做一次，看看我这样转胯哪里不对。去 in 3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哪里不对？可能有些朋友都看不出来，可说出来了，顺拐了，顺拐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的身体散掉了，顺拐了。那大家注意看，我做2种转胯，一种是去 in 3，这是去 in 3，然后和去 in 3，会发现我整个人掉在外面，在上中心，去掉在外面，你看我的腿开了，我的胯开了，我的上半身开了，在上中心和去 in。首先我的上半身没开，我的大腿内侧没开，我的骨盆也是保持收紧的位置，没有掉在外面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叫做对抗啊，叫做对抗。首先第一个对抗呢是骨盆和肩膀的对抗，我不能在边转胯的时候，我的肩膀和骨盆一起跑掉了，所以骨盆往后，我的肩膀要往前，骨盆往后，我的肩膀要往前去对抗。那这个对抗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内部对抗。什么意思？正常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肉都是长到一块儿的，我们在转胯的时候会带到身体和这胯一起转，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这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跳舞就要抵消掉这个顺拐的力量，我们不能让肩膀和骨盆一起这样顺拐往后，所以我的胯向后，我的肩膀要向前。所以从表面上你可能看起来我的肩膀没有任何动作，但是你不知道我为了让肩膀不动，我产生了向前的力量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，哎，老师你的肩膀没动啊，你不是说向前吗？啊，你怎么没向前？不是让你真的向前，而是你为了抵消掉肩膀和骨盆顺拐的力量，你的肩膀向前。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我的肩膀是不动的，但其实我的身体内部已经产生了骨盆和肩膀前后的对拉。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，我在跳舞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的2个肩膀很安静，去 3 4 1，我2个肩膀很安静，去 3 4 1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我为了让我的肩膀安静，我的内部产生了很多肩膀和骨盆相反的对抗，所以你才能表面上看起来我的肩膀很安静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内部的力量，你的大概率你的舞蹈就会像风筝。见过很多人这样跳舞吗？见过吗？见过他打个见过。见过很多人这样跳舞吗？这个手像风筝一样，对吧？我没说错吧？我没有刻意丑化任何人，我没有刻意丑化任何人，我说的就是最实际的情况啊，我说的就是最实际的情况。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哦，老师的肩膀好像没动，好像感觉很轻松一样。啊，我的肩膀没动，好像感觉很轻松一样。但是你不知道，我为了让这个肩膀看起来不动，我的内部产生了很多对抗的力量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肩膀和骨盆相反的力量。那肩膀和骨盆相反的力量，所以我们的骨盆向后，我的肩膀一定要向前去做对抗，这是第一个要求。那这是第一个要求。那第2个要求呢，就是我们第2个要求就是我们的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一定要夹紧。那转胯我是要保持大腿内侧在夹紧的位置上做转胯。我不能一转胯，我的骨盆、大腿内侧就开掉了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大腿内侧开掉了，所以我不能打开，
我要保持大腿内侧在夹紧的位置上，我去做转动。你看我的骨盆转到斜后，我的大腿内侧还是夹紧的。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，老师，我按你的要求，我觉得好难转呀。那恭喜你，你要进步了你要进步了。如果你原来转得很轻松，那不用我都不用看，你应该就是开掉了，顺拐了。如果你原来转的说一下就转到位了，那我都看都不用看，你大概率是开掉了。如果你要说老师，我这个转胯转的感觉好困难呀，我每转动一点点，我都要使很大的力去转那恭喜你那说明你是收紧的说明是你收紧的。所以我们要保持大腿在夹紧的位置上去做后腿带动后胯的去转动，然后骨盆转到斜后，我的大腿还是夹紧的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这是我们在转胯的时候一定要找到的一些阻力，不能让我们的骨盆自然而然的啪往后转。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骨盆和肩膀的阻力和大腿夹紧的阻力，让我们在身体收紧的位置上产生转动。这是 Two in 转胯的2个对抗，清楚大家一个理解。好的，那关于后退，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后退的一些要求。首先，后退第一个知识点呢，就叫做推动，主力腿推动，所以动力腿后退，主力腿脚掌推地板主力腿推使动力腿后退，这是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呢，我的骨盆要留住后退。One in 的时候，也就是 two 的上一拍，我要后退的上一拍，我要先收脚，让我的骨盆转到斜前的位置。我只有骨盆转到斜前，我才能留住斜前的骨盆，非常重要。如果 one in 我都没到位 ，one in 都没到位 ，two 就不要说骨盆留住这个话了，你到位都没有到位。就更别说留住了，你位置都没有达到，就更别说留住了。所以 one in 的时候，骨盆转，留在斜前，然后保持骨盆留在斜前的位置，去后退，这是第二个要求，骨盆留住，以及大腿内侧要夹紧大腿内侧要夹紧，这是第二个要求。第三个要求呢，就是我们的脊柱，我们脊柱也要留在前，后退脊柱留在前的位置脊柱留在前的位置，所以这是后退的3个要求。然后接下来说转胯，转胯呢不能在脊柱留在前的位置上直接转，而要前脚推到脚尖，边推到脚尖，我的脊柱垂直于后腿，所以我会有一个让我的重心经过后脚的过程，前脚推，脊柱经过后脚。在前脚推地板的过程当中，我的大腿带动骨盆产生转动。前脚推地板的过程当中，大腿带动骨盆产生转动，以及在转的过程当中要有对抗的力量，骨盆和肩膀相互对抗，然后大腿夹紧，在夹紧大腿的位置上做转胯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方形步的 two in。我连贯做一次 ，one in two in， 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再看一次 ，one in two in， 清楚后退的 two in 怎么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朋友打去后退 two in 转胯，紧接着。three 要上重心three 要上重心 ，three 上重心呢，从侧面看 ，two in three，OK，three 上重心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后腿推多少，我的脊柱会移动多少。所以你看我的后腿，注意力放在我的后腿我的后腿推一点，我脊柱移动一点，再推，再移动。再推再移动，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脊柱往前，是因为我的主力腿推动，所以一定要找到脚掌推地板的过程。所以这是我们的three
向前推动。那这一步其实比较简单，向前比向后退简单多了，所以我们向前只用讲主力腿推动，然后还有一个细节，叫做骨盆要留住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顾前不顾后啊。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，顾前不顾后，什么意思？我往前，后胯跑了，后胯松了，所以你想想，我屈，哎，是不是骨盆转到斜后了？我能不能在上重心的时候，把这个好不容易转到斜后的骨盆松，可以吗？可以松吗？啊，所以不要顾前不顾后，所以屈，哎，骨盆转到斜后，我们要留住后胯的位置 ，3 向前，看我的后胯还是留住的位置，这里不能松，所以3上重心，我们的后脚推地板，我们的骨盆留在后面啊，骨盆留在后面。这是3上重心。好，接着往下。3上完重心之后，紧接着往下我们讲3 in 转胯收脚 ，4 向旁出脚 ，1 延伸到脚尖。好，3 in 呢，我们叫做主力腿转动，带动动力腿回收。主力腿转动。带动动力腿回收，然后 4 呢，我们是动力腿背主力腿推出去，所以我做2种，看一看双腿的工作，大家能不能看清晰？第一种呢，我是主力腿转，带动力腿收回来，然后动力腿再背主力腿推出去，这是我双腿的工作，这是第一种。好，第二种是动力腿自己走 ，4。告诉老师选1选2，告诉老师选1选2。第一种是主力腿转，带动力腿回来，然后动力腿再背主力腿推出去，这是第一种。然后第二种是动力腿自己走。4， 要跳哪一种？好，我没开玩笑，是不是好多人跳的是动力腿直接走？我没说错吧？是不是好多人跳的动力腿直接走？很多朋友 4 2 3 4 2 3 4 2 3 4， 对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是不是好多人跳的动力腿自己直接走？那海兰跟我说老师，哎呀，我怎么跳的不好啊？啊，我怎么身边的人跳的都很好啊？我怎么没他们跳的漂亮呀？那找原因，为什么没他们跳的漂亮？因为别人都是主力腿转，把动力腿带回来，然后动力腿再背主力腿推出去。那你呢？啪，自己走了，2 3，啪，自己走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我们要把舞蹈跳得漂亮，我们要让舞蹈跳得有质量。你要明白，你跳什么才会有质量啊？你跳什么才会有质量？所以绝对不是一带而过。那这种跳法，我就把它叫做一带而过，自己就走了，都没有跳完。你没有跳完3 in 的动作，你也不清楚 4 的动作。所以3 in， 主力腿转动，把动力腿拉回来，而且主力腿转动还要怎么样？还要通过主力腿转，给我们的脚掌，给我们的地板施加压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给重量给地板。你只有3 in 给重量给地板，你才能主力腿把动力腿推出去，这样跳才是扎实的啊！这样跳才是扎实的。所以3 in 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把 4 做好，如果你想把这个出脚做好，你一定不光想着 4 这一拍出，你一定要想 4 的上一拍3 in。我们要蓄力留住，到最后一刻带出去，那到最后一刻主力腿推出去，你才能有 4 的效果。好，这是3 in， 主力腿转动，把动力腿拉回来。
以及主力腿螺旋向下，给主力腿的脚掌施加压力啊，给主力腿的脚掌施加压力。这是 three in， 然后紧接着说 four 呢是向旁出脚，我们要主力腿推，把动力腿推出去，所以主力腿的工作叫做推动，主力腿的工作叫做推动，动力腿的工作呢叫做承接。好的，我看到了这位朋友说拍了课程，拍了课程，联系客服，加入我们的作业群啊。我们的课程拍了之后，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看了，27节完整的系统化的课程，然后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看正式课程。然后拍了课程之后呢，联系客服，加我们的作业群。好，我先讲课，等会儿我再单独留点时间给大家介绍课程。four 这一拍。我们说主力腿推动，动力腿承接，所以先说主力腿。大家从背面看，这是我的主力腿，所以看我主力腿的脚掌，主力腿的脚掌去推地板。我向哪个方向出脚，我的主力腿就往哪个方向推。所以我向右出，我的主力腿脚掌往右去推动。那主力腿推，动力腿呢要去做的承接，那动力腿要去做承接。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老师，我腿到位的速度不快啊，我的腿到位的速度不快，而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快，往哪个方向快。那提问，我腿要快，我是往前快还是往下快啊？朋友们，就是你要往哪个方向使劲儿。比如说我要往前出脚，我是往前出脚，还是要往前出脚，往下踩？哪个方向使劲儿？哎，对了，要往下啊，要往下。所以很多朋友经常说，哎，老师我快不起来，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使劲儿，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使劲儿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比喻啊，我们做个比喻，我们动力腿承接呢，要像太阳的光柱一样，太阳的光线一样。那这里说的并不是我们的速度要像光速，光速肯定达不到啊，光速非常快。我们这里说的呢是，首先这个力量是很直的。光线，所有人都见过光线，有见过弯的光线吗？有没有见过一个光线是这样弯的？啊，没有吧？首先这个光线是很直的，非常直，非常直。第二，这个光线往哪里去？往地板上去啊，往地板上去。所以就像太阳的光线一样，很直，往地板上去。所以我们的主力腿推，把这股力量就要像太阳的光柱一样给到动力腿，往地板上去。所以动力腿承接就像太阳的光柱光线一样，又直又往地板上发力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动力腿承接，主力腿推动，动力腿承接，这是我们的 four 这一拍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那这是 four 这一拍如何向旁出脚，主力腿推，动力腿承接。好 ，four 做完之后，我们还有个 one 要去延伸，连贯做一次就是 four one 啊 ，one 要去做延伸。那延伸很多朋友很懵，不知道延伸什么啊。我们这里呢要延伸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从脚趾推到脚尖。所以 four 这一拍，我不是一步推到脚尖，我不是一步推到脚尖，而是先推到脚趾的位置，先推到我脚趾的位置。one 这一拍，我从脚趾推到脚尖啊 ，one 我从脚趾推到脚尖，所以这是延伸的第一件事情，从脚趾推到脚尖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的脚跟要往前转，所以 four one 脚跟要往前转。然后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我的骨盆和胸腔要继续去转。four 看我的骨盆在 one 这一拍要往后转，胸腔和肋骨在 one 这一拍要继续向斜前去扩张。one 所以骨盆继续转，胸腔继续去扩张，所以这是我们 one 延伸。
要延伸的3件事情，一个是脚趾到脚尖，一个是脚跟往前转，然后一个是骨盆和胸腔，骨盆继续转，胸腔继续去延伸。所以这是我们的 3 in 转胯收脚 4 推动 1 延伸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这是我们的3 in 4 1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连贯把后退的方步来一次。4 1 in 2后退 in 转胯 3 向前 in 转胯收脚 4 推动 1 延伸。清楚这些细节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，在评论区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再看我来一次。4 1 in 2 in 3 in 4 1。OK， 从背面看一次。1 in 转胯收脚，骨盆一定要转到斜前。2 后退，骨盆留住，大腿夹紧。2 in 后胯拧转到斜后。3 向前上重心。3 in 转胯收脚。4 推动 1 延伸到脚尖。所以连贯起来，我们就是4 1 in that in 3 in 4 1。这是我们的后退方步。都清楚了吧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